同学们，大家好！今天我们学习糖的生物合成，一部分是糖的从头合成及光合作用，其二是糖异生，即非糖物质转化为糖的过程。本章我们学习光合作用。光合作用是生物界中规模最大的有机合成过程。通过光合作用，使太阳能转化为化学能，储存于糖中。光合作用的反应式如下：二氧化碳和水形成糖和氧气，其中二氧化碳被还原为糖，水被氧化为氧气。光合作用在自然界碳素循环中发挥重要的功能。光合作用包括光反应和暗反应两个阶段。光反应需要光，光合色素把光能转化为化学能，并光结水释放出氧，产生 ATP 和 NADPH。暗反应不需要光，利用光反应产生的 ATP 和 NADPH 将二氧化碳固定还原为糖或者其他有机物的一系列酶促反应。高等植物光合作用发生在叶绿体中，叶绿体是半自主性细胞器，具有自己的基因和蛋白质合成系统。叶绿体由复杂的膜系统组成，包括外膜、内膜、内囊体、基粒。基粒片层上整合有大量的色素蛋白参与光合作用。叶绿体是质体的一种，叶绿体也可转化为淀粉体，用于淀粉的储存。高等植物叶绿体中含有叶绿素和类胡萝卜素两类色素，叶绿素又包括叶绿素 A 和叶绿素 B 两种，类胡萝卜素包括胡萝卜素和叶黄素两种。叶绿素 A 和叶绿素 B 吸收橙红和蓝紫色光，而不吸收绿色光，因而叶子呈现绿色。类胡萝卜素主要吸收蓝紫光，因而叶片呈黄色、橙色或红色。内囊体中的色素可分为天线色素和中心色素。天线色素能够吸收光能并传递到作用中心色素分子。中心色素是具有特殊状态和光化学活性的少数叶绿素 A 分子，可利用光能产生光化学反应，将光能转化为电能。这张图显示了光化学反应发生的原理，其中 D 为电子供体， P 为光反应中心色素， A 是电子受体。光化学反应时，作用中心色素 P 被光激发，成为激发态的 P 星。此时 P 星极易失去电子。P 星把一个电子传递给原初电子受体 A， 则 A 变成 A 负。P 星失去电子后回到基态，变成 P 正。P 正再从原初电子供体 D 得到一个电子恢复成 P， 而 D 变成了 D 正，实现了电荷的分离。光合作用的最终电子供体是水，最终电子受体是 NADP 正。植物中存在两个色素蛋白复合体光系统 PS1 和 PS2。PS1 分布于内囊体膜外侧，其作用中心色素分子的最大吸收峰在700纳米，也称为 P700， 它可还原 NADP 正。PS2 分布于内囊体膜内侧，其作用中心色素分子的最大吸收峰在680纳米，也称为 P680。它可引起水的光解，释放出氧，并将电子传递给 PS1。本图显示的是光合电子传递链的组成及传递顺序。
整个传递链呈 Z 字形，包括了 P680 和 P700 两个光系统。光照时的 P680 激发成为极易给出电子的 P680 星，将电子以次传递给质体坤 PQ、细胞色素 B6F、脂蓝素 PC， 再传递至 P700。P700 激发生成极易给出电子的 P700 星 ，P700 星将电子以次传递给铁硫蛋白、铁氧环蛋白，最终传递给 NADP 正，形成 NADPH。P680 星给出电子成为 P680 正。P680 具有强的夺电子能力，从水中夺取电子，使得水中的负2价的氧失去电子，形成氧气。光和电子传递链可分为两种，一种是非环式，如左图所示，呈 Z 字形；另一种为环式，电子从铁氧环蛋白传递给细胞色素 B6F， 非 NADP 正，这样便形成了一个闭合环。非环式需要两个光系统同时参与，可形成氧和 NADPH 及 ATP， 而环式仅有光系统一参加，仅能形成 ATP。无论是环式或非环式光和电子传递链，均类似于线粒体中的呼吸链，在电子传递的过程中，伴随着质子的内流，导致类囊体腔内质子浓度的升高，形成跨膜质子梯度。跨膜质子梯度驱动 F1、F0 ATP 合成酶催化 ADP 加磷酸形成 ATP。其中起到质子泵作用的部分主要是细胞色素 B6F。前面我们主要讲的是光反应部分，光反应形成的 ATP、NADPH 如何参与二氧化碳的固定，并形成糖类物质。卡尔文等用单细胞滤藻为材料，用碳14标记技术和子程析技术阐明了光和碳同化的过程，称之为卡尔文循环。由于发现的原初同化产物为三碳化合物3磷酸甘油酸，因此也称之为碳3途径。卡尔文循环包括3个步骤，以次为二氧化碳的固定、3磷酸甘油酸的还原及受体的再生。首先是二氧化碳的固定，152磷酸合同糖是二氧化碳的受体，在152磷酸合同糖羧化阶氧酶的催化下，形成了不稳定的6碳化合物，然后水解成2分子3磷酸甘油酸。第二个步骤是3磷酸甘油酸在激酶催化下形成132磷酸甘油酸，然后在3磷酸甘油醛脱氢酶的催化下加氢形成3磷酸甘油醛。该反应可以看成 EMP 途径的逆反应。该反应消耗了1分子 ATP 和1分子 NADPH。在碳同化的过程中，需要 RUBP 接受二氧化碳，但经过前2步反应，消耗掉了原来的受体 RUBP， 需要重新形成 RUBP， 才能使得整个碳同化过程不断发生。通过一系列分子重排，将5分子的3磷酸甘油醛转化为3分子 RUBP， 那么这就是所谓的 RUBP 的再生。6分子二氧化碳和6分子 RUBP 可以形成12分子的3磷酸甘油醛，其中2分子形成了1分子葡萄糖，其余10分子共30个碳通过分子重排形成
6分子 RUBP， 一共30个碳，整个反应共消耗掉了12个 NADPH， 18个 ATP。20世纪50年代 Hatch 发现了热带植物甘蔗光合作用的原初产物与碳酸植物不同。其后他与 Slack 利用碳十次示踪技术证明二氧化碳固定的原初产物为碳4双羧酸，因而将这种植物称为碳4植物，这一途径称为碳4途径。碳4途径植物的叶肉细胞通过碳4途径固定、转运和集中二氧化碳到维管束鞘细胞，在维管束鞘细胞中再通过碳3途径最终完成糖类物质的从头合成。在叶肉细胞中，磷酸烯醇式丙酮酸 PEP 和二氧化碳反应形成4碳化合物草酰乙酸，草酰乙酸加氢还原形成苹果酸，苹果酸通过胞间联丝进入维管束鞘细胞，苹果酸在苹果酸酶催化下产生二氧化碳和丙酮酸，二氧化碳在维管束鞘细胞中通过碳3途径最终合成糖类物质，而丙酮酸则通过胞间联丝回到叶肉细胞，转化为 PEP， 继续再接受二氧化碳并继续运入维管束鞘细胞。本节我们学习了光合作用的光反应和暗反应，二氧化碳同化的碳3和碳4途径。关于光合作用我们就学习到这里，同学们再见。